你这是怎么了？快进来，先见再说。来，给你擦擦，着凉了。到底怎么回事？趁徐总不在家的时候，把行李偷偷拿出来了。我不敢回去，我怕他发脾气。外面下这么大的雨，我一个人在外面一直走，一直走，才发现我根本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李总，我真的好害怕，那种被人像垃圾一样丢在大街上的感觉。李总，这件事情后果会很严重吗？很严重。那徐总他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吃官司啊？如果真是许诺做的话，那就会。那怎么办啊？我不知道会这么严重的。婉婉，我再问你一次啊，这件事情真的是许诺让你去做的吗？你最好想清楚了再回答我。不是徐总，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不关徐总的事。他那么美好，不应该去承担这些。我本来就是从烂泥堆里长出来的野草，我不怕，我愿意为他承担这一切。婉婉，去哪里？我去自首。你先别冲动，事情还没这么严重。刚才我是骗你的，申总没打算要报警，公司想低调处理。许诺没事。真的？真的。刚才我只是试你的，对不起。李总，你不用跟我道歉的，这本来就是我的错，是我傻，是我笨。只要徐总好好的，公司好好的，我做什么都愿意。是我太傻了，一心想把别人交代给我的事情做好，我没想到会闯这么大的祸。是我太傻了。我当面找许婉婉谈过，她说是你。他在哪儿？我找他去。你千万别冲动，你现在去找他没有任何的意义。他咬定你，一定有他的理由。如果是他撒谎的话，你现在找他只会拉远你们的距离。什么叫如果啊，林凡？我信你。许弯弯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她一定是受到了于曼妮的威逼利诱，所以真相就是，于曼妮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可是他一个人怎么完成的？首先要对电商业务程序非常了解，同时又要可以接触到出入库。Peter， 如果是 Peter 怂恿许弯弯去改变批文，倒说得通啊。可是造货需要生产周期，如何生产，需要找到代工厂啊。可是怎么去找啊？许诺。怎么了？什么话不能办公室说？有些话在公司说不太方便，所以把你叫出来。你说。我知道现在这个情况，说什么都是苍白的，但是请你相信我，那些事情真的不是我做的。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你吃过早餐了吗？
网站已经将那批有问题的商品以缺货的名义下架，而且用咱们仓库里面的正品将第三方物流中心的存货全部都换回来了，所以你可以不用担心。我担心的是，如果批文的事件曝光，后果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也没有办法，只能坦然面对。或许可以丢走宝具啊。你什么意思？把你推出去？你觉得我会这么做吗？你以前又不是没这么做。当时情况可控。你是在跟我翻旧账吗？你说呢？我的这个建议呢是很认真的。身为迪欧的总裁，你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保护迪欧的品牌，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局面，你可以把目前掌握的情况公布出去，把矛盾都集中在我身上，这样就可以为迪欧赢得时间。审案子总会有一个过程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想方设法取证，最终澄清。现在这个方法太冒险了，幕后操纵的人不知道有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如果不能找到蛛丝马迹的话，你是没法洗脱你的嫌疑的。你相信我，我已经有一点点头绪了。我不会这么做的，不管是做我的员工，或者是什么？总之，不管我身为你的老板，或者是身为一个男人，我都不会这么做的。你死了这条心吧。好。吃慢一点。你不知道，从昨天到现在我没有正经的吃过一口东西，知道你不怀疑我，我才有一点胃口吃。傻瓜。谢谢。你想，如果你相信我没有撒谎，那撒谎的人一定是曲弯弯，对不对？那他为什么要撒谎呢？谁在幕后指使他呢？联想他最近升职了，我想答案已经很清楚了。之前也有很多针对我的陷害，可是你都没有查下去。我明白你的意思，不查不代表姑息。我想我清楚幕后的那个人是谁，我只是希望再给他点时间，看他会不会回头。有时候我真的弄不明白，你这个人到底是无情呢，还是多情呢？